最近一段时间对美军来说有些许多年未见的忙碌，在亚太地区的演习基本上是从北到南一场接着一场，一天都没停过。在朝鲜半岛与韩国搞大规模两栖登陆和空地作战演习，在日本周边海域联合海自和空自进行联合防空反导演习，在南边和菲律宾也是安排了一系列南海实弹任务，其背后到底在针对谁，自然是不言自明的。但军事准备归军事准备，如果抛开美军在文官领军这一规则下必须要服务于国会与政府相关政策的这一事实，美军内部的高级将领们实际上等于对与我军全面对抗这件事既不热心也不看好。比如最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作为美军军事系统地位内最高的将领马克米利上将在国会向议员们进行演讲的时候就明确表示，美国政界想要同时打赢中俄的想法是非常异想天开的，别说打赢了，现在的美国想要阻止中国的国防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快速发展，那都是做不到的。米利上将这次谈话的重点就在美国军事力量目前遇到的主要挑战上。按照上将本人的理解，现在美军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来自中俄两个主要核大国和伊朗这个地区性大国的全面挑战。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压制中俄一朝的发展，但同时又做不到与中俄同时进入武装冲突状态，否则美军必然失败。而美军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由于军事装备和弹药的严重缺乏，对联合起来的中俄作战时必然失败。但中俄走向联合在今天又已经变成了一种必然。按照米利自己的说法，虽然他不认为中俄是军事同盟，未来也不会成为军事同盟，但中俄确实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密。而美国与中俄两国的关系都在同时变得紧张，这会成为美军巨大的麻烦要说这还得感谢美国人自己。美国与中国也好，与俄罗斯也罢，哪怕是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那都是美国人自己一手造成的。中俄两个陆权大国能够背靠背、肩并肩进行愈发紧密的战略合作，那都得感谢你美国人的助攻啊。米利说的近数个月，美国以中俄一矛盾的快速激化与我国的紧张，不都是美国人自己今天在台海，明天在南海，后天在半岛大肆军演挑衅造成的吗？与俄国人的关系紧张，不是因为他们不断升级乌克兰局势，搞极限施压作出来的吗？与伊朗之间剑拔弩张，不是因为在叙利亚非法存在的美军反复打击合法存在的伊朗武装吗？虽然我们得承认在美国文官领军的体系之下，参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军政或者是军令权力的咨询建议机构。米利上将呢是位置高，但权不重。但米利现在所担心的，可能要面对同时与中俄开战的状况，直接负责人那就是美军自己嘛。同时打赢中俄两国不太可能，那就别挑衅找打呗。米利自己都承认中俄不是军事同盟了，这种关系也不可能主动联手去对美国进行军事攻击，对吧？与常规力量无法同时战胜中俄的同时，让米利焦虑的还有现在美国所面对的极差的核态势。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同时对抗两个核大国的情况，并且还是两个核力量增长潜力都超过美国的核大国。这两年我国西北以吉兰泰等地为中心的风力发电事业正快速发展，那都上了多少次美国人头版头条了。美国军方对这个数以百计的风电基建那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感到焦虑太正常不过。虽然米利上将也承认，时至今日我国的核力量与美军之间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但长期以来美国的核战略也是在讲求核实战、核制胜的，并且除了冷战中后期10余年之外，美国也确实长期有对自己核制胜的能力，尤其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更是长期计划在核战争打赢中俄其中一个的同时，至少对另一个能够保持核军事，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掌握升级态势，达成战略的主动权。但现在美国在寄希望于这一点上，那显然是不行了。在与中国或俄罗斯其中一方发生核交换之后，美国都会将对另一方处在全面的核劣势之下，而且巨大差距之下，只能投降。且就在今年，美国的另一大对手俄罗斯也主动退出了美俄核军控体系，开始准备展开核扩军。美国在战略力量上的劣势就越来越大。现在俄军的战略核潜艇在以每年1艘的速度交付入列，我国的风力发电建设也在有序推进，而美国人的核力量替代则是哥伦比亚级饱受超支困扰的反复延期。空军下一代洲际导弹才刚开始研制，这种核力量更新换代是跟不上节奏的。在常规力量打不赢
情况下，自然也就让美军更加倍感无力和焦虑。但即便是这样，美国人还想着同时施压中俄伊的发展壮大，同时尽可能避免与中俄开战。本回也不清楚美国人是打算如何做到同时压制两个核大国和一个地区性大国的。但至少在米利上将眼里，美国人基本做不到。他直接回应国会表示，美国没什么好的遏制解放军核实力以及常规力量建设的办法。对于发展军力这件事情，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的计划走，美国并没有办法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力。但这事儿是美国人亲自尝试过的，不管是利用国际舆论手段制造威胁论给中国施压，还是想办法把中国拖入美俄军控体系，找俄罗斯人来带话，又或者是利用我们国内别有用心之人，但是确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